能过去了吗？为什么呀？嫌你挤，过去。你看。哎，你看这天儿真好，蓝天白云的。这要是不工作就好了，出来旅游就更好，是吧？怎么了？这半天了，一句话不带说的。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没资格说话。哎呦，得了吧，大哥，我这刚才忙工作呢，现在工作忙完了，闭嘴解除。忙工作，忙工作还聊农家乐，还聊土特产。那能干聊吗？到了外地了，不给人带点东西啊？再者说了，我们俩怎么聊碍着您什么事儿了？我们俩不，怎么了？我和徐老师？你跟徐老师，你俩。前面再开一会儿，有一民宿挺好的，咱俩进去看看呗。什么东西？民宿。干嘛去？进去看民宿啊。看民宿？对。嗨，我以为你说看民宿呢，原来是看民宿啊！你没事吧？咱俩一块看民宿，你想什么呢？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啊你？够烦的，不聊了，累了。哎，这个是小磊的大伯跟小叔给我的股权转让协议。这么多，他们现在跟小磊股份持平，很清楚，他们知道小磊只有得到我这一票才能赢，索性就豁出去了。可是这些钱对郝磊来说太吃力了，他大伯小叔在矿上闹，故意拖欠工资不给，郝磊是拿自己的钱补贴的。姐，就算你不转让股权，你把这票投给郝磊，等他当上董事长，新城肯定会越来越好，你的分红也会越来越多呀。妹妹呀，这是我一家老小后半辈子的幸福都绑在这单生意上了，我不能赌。你就听我的没错，回去跟郝磊好好商量一下，只要他肯点头，我给他时间筹钱。好，妈，律师和我说了，开庭日期定了，到时候我会跟所里钱夹回去的。爸不同意，为什么？那你一个人能行吗？行吧。妈，爸的事呢，律师早就给我们打过预防针了，你别怕啊。等庭审结束，爸的事安定下来，我就回去。有事给我打电话啊。好。我回来了，家叔在这边呢。你们回来了，怎么样？这一个个的都怎么了？下来之后，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啊？明明有一个人受到过严重的伤害，甚至他这一生都被改变了，但是没有人为此负责，所有人都觉得是无足轻重的，反倒是那个想要讨回公道的人，变成是矫情。到底是哪出毛病了？是这个世界还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大惊小怪。这话什么意思啊？
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啊。人到这个世界上都是要受到伤害的，没有别的办法，只能逼着自己坚强。我不同意，我们自己坚强不等同于要纵容恶。如果恶得不到惩罚，那纵恶的人就会越来越嚣张。就好比那个方老师，如果当年他的行为得到了惩罚，那他很有可能就当不了老师。就算他能当老师，他现在也不敢这样对待他的学生。小恶不受到惩罚，就会长成大恶。那再坚强的人，对这个世界也会失去信心的。就像秋华姐这样。别说我早就没有信心了。还是说这个案子，我还是建议终止跟他们的代理协议。事情已经是这样了，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但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怎么办？哎，别玩消消乐了。这当了2天的跟屁虫了，你也发表你的意见和见解呗。你不刚说了吗？我就一跟屁虫，我的意见见解能有用吗？你现在最应该的就是给这个徐老师打个电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你所有的问题他都能帮你解答。咱们这讨论案子呢，跟徐老师有什么关系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没意思，我就是想说，这刑法562条即将颁布的民法典有1260条，这你们的思路怎么就偏得在霸凌啊、伤害啊这里面转悠呢？那其他的思路都没有了，这题无解啊！诽谤！他们当年在贴吧上贴的“好女无大全”，里面充斥着污蔑不实之词，直接导致肖楠楠不得不退学。后来他上了大学以后，他又把这个大全发到了网站上，浏览量几千次，绝对能够得上情节严重了吧？对啊，虽然我们不能把所有伤害过肖楠楠的人都抓进去，但是我们可以抓那个为首的，就抓刘建明。这语录就是他整理发布的。你可没见那人，长得特猥琐，特烦，是吧，陈叔？对，罗英子说的永远都是对的。说你羊角风了还是怎么着？阴阳怪气的，什么意思啊？就是这跟屁虫陪了2天，有点累了，回去休息。拜拜吧，秋绿啊，拜拜，夏绿，拜拜。干什么呀？什么意思？闹别扭，你俩闹别扭了。你还给他传话，夏叔你也是，这悄悄话我都能听见。我有什么闲工夫跟他闹别扭？你确实有点不分好赖人，你看你对人家态度。他好人，他好人，你不知道这2天我跟他在一块儿，我在前面跟人呛，他在后面躲着，他好。好，你将来别后悔就行啊。为什么要后悔？这帮人说的这太难听了。看什么呢？肖楠楠这个校园网络贴吧，这帮人太过分了吧？就因为女孩一张照片，骂这么难听啊！什么土豪女，真恶心！离开我们学校，滚出我们学校！简直无法无天，这帮人。这就是一群网络暴民，说什么也不用负责任。方瑞啊，我查一下这个贴吧吧主的最后留言什么时候？最后一次，2013年3月1号。13年。对。现在还能不能注册啊？能啊，随时可以注册。起诉，没这个必要吧？因为他们呢，任何一个人都不想为他们曾经对您的行为进行道歉。那我们的建议就是，以诽谤罪对当年的为首者提起刑事自诉。一旦涉及到刑法犯罪的范畴，我们想一定会震慑到其他人。
那如果胜诉了会怎么样？我来给你们说明一下刑法的第246条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情节严重的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那这个帖子的浏览量呢，它其实已经超过5000次了，并且当年您已经是因为这件事情选择了退学，这已经是属于情节严重了。那我们认为提起刑事自诉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可是，这不太好吧？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告人家，把人家送到监狱里去，这有什么不好的？事发多年，直到现在，他们对您一点抱歉的意思都没有。肖女士，受害者呢是您，主张权利的权利也在您。是否让这些曾经霸凌过您的人受到法律上的惩罚，也是需要您自己去考虑的。我们作为律师呢，是不可以挑讼的，也就是说，我们不可以替您做任何的决定。那个罗律师啊，楠楠觉得为这件事让对方付出太大的代价，有点过意不去，还有没有别的办法？该想的办法，我们现在能想到的已经都试过。我再考虑一下，行吗？也行。好，要不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行。是不是又那个人打过来的？就是那个方仁美，你们找过他之后啊，他不知道从哪得到楠楠的联系方式，打过2回了啊。好像因为家长找他的原因，学校正在研究对他的处分，所以他就把气撒到楠楠身上了。哎，是他打过来的吗？你先不要挂了，你这样，你打开免提，然后摁那个录音。喂，好女，你们这些人怎么就那么矫情呢？是你的律师搞的鬼吧？撺掇着我的学生家长的教委去告我。现在好了，学校要处分我，要开除我。你的那个律师呢？叫他滚出来！好女，你咋就这么贱呢？你打小就吃得好穿得好，不过是和你开几句玩笑，你还矫情开了。你这种贱人就欠收拾。我问一下，如果起诉的话，起诉谁啊？我们这边的建议是起诉刘建明，因为这个好女语录大全是他整理捏造出来的，并且是由他第一个发到网上的，所以他算是这整个事件的为首者。那能不能再找他一次，把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告诉他，希望他能改变他的态度。只要他愿意道歉，我愿意接受。如果他还是不愿意道歉的话，我选择起诉。好吧，我们可以再试一次，但是我认为是没有多大作用的，所以肖女士，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刘先生，我们这次专程来是想当面告知您一件事情，您必须在10天之内出具对肖楠楠女士的道歉书，并张贴在您当年同学群和贴吧里，不然肖楠楠女士将会对您提出刑事自诉，一旦罪名成立，您将会面临刑事处罚。他告我啥呀？肖楠楠女士将会以诽谤罪对您提出刑事自诉。就那点事儿，够得上刑事？那就要看法院怎么认定了。刘先生，我们已经尽到告知的义务了，您好自为之。哎，罗律师，罗律师，罗律师，别走啊！你看看，因为这点小事，罗律师亲自跑2趟了。这也到饭点了，我请2位吃个饭。不用了，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您听清楚了吗？听清楚了，你放心，这事儿啊，我一定好好考虑考虑。
但是你们要求我贴到贴吧和同学群里，这事儿吧，你容我再想想。毕竟我也是有家有孩子的人，得考虑到影响。要不这样，15天以后给你答复，行吧？抱歉，我们已经给您10天的时间了。10天之后，如果还收不到您的道歉信，咱们就法庭上见了。哎，罗律师，你。老板，啊，手机贴个膜。临时有点事儿啊，你找别人家贴吧啊。嘿，有钱不赚，傻子。哎，律师来了。哎呦，这位就是肖小姐吧？长得真漂亮。哎，你好，你好。韩律师，刘建明呢？不是约好了今天一起谈判吗？他今天没来。哎呀，建明跟肖小姐不能比啊！他那个小店一天不开张，一天全家就没饭吃。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那请坐，请坐。你倒点水，倒点水。来，请坐。韩律师，咱们这边聊。夏叔，这英子，夏叔，你们这一走就不大来了。这个良城所毕竟还是你们的娘家嘛。韩律师，今天约好了一起来谈判，但是事主不在，是不是有点缺乏诚意啦？哪能啊，他是被吓坏了。小地方的人没打过官司啊。这么跟你说吧，只要不打官司，你让他干什么都行。那就简单了。要是不想打官司很容易，我方的诉求也简单明了，希望刘建明删除一切曾在网络上发表过对肖楠楠女士的污蔑不实之词，并且在网络上和现实生活当中对肖楠楠女士承认错误，公开的正式道歉。肖女士，是这个诉求对吧？对。是吗？啊，那些言论我也看了，当年你们双方才多大年纪啊？哎，就是小孩子之间的玩笑，至于这么认真吗？韩律师，韩主任，你就这个态度，那我们就不要谈了。哎，你看你又着急了，是吧？以前你就是个急脾气，你看你现在自己干了还这么着急。我跟你说啊，当律师一定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坑的就是当事人。韩主任，你这些话在我当事人面前说，又是几个意思呢？哎呀，对不住，我这忘了，过去当你师傅，以为现在还是你师傅呢，一时间没想起来，你的翅膀早就硬了。哎，肖小姐，建明呢？他对当年那件事对你造成的伤害，很抱歉，但是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多年，咱们有必要再把它翻出来吗？我方的意思是，咱们双方共同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做一对好朋友。不道歉还想当朋友，您想的挺美啊。韩律师，这是你方最后的态度吗？如果是，我们就不浪费时间了。不，你看你又急了，我说什么了？哎，我方的态度还是非常诚恳的。我方希望双方通过协商，共同达成一致和谅解。肖小姐，一看您就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家境良好的好姑娘，但是建明不一样啊，他生活在一个小县城里。没考上大学，就开了那么一个所谓的手机店，那也就是给手机贴膜的。他的生活，这么跟你说吧，不至于说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2天不开张，他们的生活就没着落。您的事儿一出，把他真的吓坏了。在那个县城里，他要是因为这件事被告上了法庭，甭说是他了，他的孩子都没法见人。谁还没年轻过，还没犯过错误呀？您的这个事儿，他非常的后悔，
他多次的恳请我，跟您好好说说。他知道您是个大度的人，一定不会把他逼上绝路。绝路？韩律师，您自己刚才也说过了，就在那样一个小县城里，随便几句话就可以闹得沸沸扬扬。那您的当事人的孩子见不了人了，那你有没有想过，我的当事人当年也是个孩子，长达几年的霸凌，他就可以在那小县城里面安安稳稳地度过自己的日子，他就能见得了人。现在让你们认个错，还逼上绝路了。我们可以谅解，但是谅解的前提是必须要公开正式的道歉。这件事我没有得到授权，我现在不能答应，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没有问题。那建明吧，是个要面子的人，我必须回去得跟他好好谈谈。这样吧，肖小姐，我明天就得出差，我手头还有一个案子要紧急处理一下，你给我一点时间，等我把那个案子处理完了，我一回来我就回老家，我得找建明好好谈谈，我一定争取让他同意道歉。伤害这么一个漂亮的姑娘，那就是犯罪啊！你觉得呢，英子？我觉得呀，其实就传达一个意思，没有必要专程跑一趟，打一个电话就行。不是，肖小姐的要求我怎么能敷衍呢？再说了，我跟她也是签订了正式的委托协议的，这随随便便打个电话，那也太不认真了，是不是？好吧，那您需要多久时间呢？这就取个证，1周左右。韩主任，您回避一下，我跟我的当事人聊一下。好，你们聊。你是怎么想的？1周的时间，你可以答应，也可以不答应，你自己决定。可以。确定。韩律师。哎，我们这边可以等1周的时间，但是你也必须跟刘建明说清楚了，如果真的不想闹到法庭上，道歉是唯一的出路。毕竟他伤害了肖楠楠这么多年，道歉也是我方最低的诉求，好吗？好说。那不打扰你了，我们先走了。哎，好，来，我给你们开门。来。1周的时间。1周。肖女士，那咱们就再给他1周的时间。你放心，我们会随时盯着他们的。1周过去以后，不论是谈判还是上法庭，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坚定自己的立场。夏叔，你先送肖女士回去吧，我这边还有2个公事要处理。好，没事，我们先走。师傅，那什么时候吃饭啊？就知道吃，你好好复习吧。你失恋了，你饭也得吃啊。我失什么恋了？我谁也不恋，我就恋我自己。孟瑞，罗律师来了。陈律师好呀，陈律师，忙什么呢？陈律师，忙案子啊。罗律师进，您坐。方瑞，你那姑姑是亲姑姑吗？怎么把你介绍给她了？师傅这不挺好的吗？对啊，你师傅挺好的。送份资料去，慢慢聊。陈无良，你这怎么办着案子，这人就办跑了呀？还玩消失了？你有能力就行了呗，你在也不用其他人。哎，你知道吗？刘建明把案子委托给老韩了。哦，那我不出现不就对了吗？这案子现在跟我们所有利益冲突了。阴阳怪气儿，你怎么了？没，有点累了。哎，我刚才进门就看你脸色不对了，
你是不是生病了？没病，离死差远了。嘿，好吧，我今天来就是陪肖楠楠跟老韩来谈判来了。顺道说，过来看看你。谢谢。不客气。哎，我那天那么说话，态度也不对，你别往心里去啊。嗨，没事，没往心里去。说陈叔啊，你没事儿吧？没事啊。没事没事，你就多喝点水吧，你没事。那我走了。走了啊，再见。再见。哎呀，怎么和他相处啊？注定没缘分了。这就走了？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问，什么我也都不想听。师傅，你这什么态度啊？人罗律师明显是过来求和的，哪有你这么谈恋爱的呀？我怎么了？谈恋爱的意义，它不就在于敌退我进，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吗？你只有这番操作，你才有意义吗？你谈恋爱就这番操作，方瑞啊，在谈恋爱方面，在我看来你就是一青铜，你跟谁俩呢？在这儿？师傅，打官司您是我师傅，但是谈恋爱这方面您得听我说两句了。反正我就这么分析，您跟罗律师现在即将要上一波大分，沉住气。上大分，算了，不想太累了。哎呀，还是赚钱好。你瞅瞅，说赚钱，钱就来了。喂，李法官，啊，真的啊，这么快？谢谢您啊，谢谢。然后我挂了。说钱到钱就到了啊！不是什么钱啊？第一笔执行款2000万到账。啊，到账了！哎呦，法院这回这么给力吗？2000万！好嘞，好嘞，我知道了。哎，再见，再见。我见一下方律师。方律师在里面，你们请。谢谢。方律师，这2000万已经到账了，不过呢，这只是第一笔执行款。已经很顺利了，陈叔，多亏了你呀。忙着呢，那我等会儿我有事吗，老韩？进来吧，有事儿说事儿，来。进来吧，韩律师。陈律师也在。我什么事儿？我给领导报喜来了。哟，韩律师还有喜可报啊？什么喜事儿？名山的首笔执行款到了，足有2000万呐！可以啊，韩律师啊，消息很灵通嘛。那当然。这个呀，人家陈律师啊，刚刚已经告诉我了，我知道了。早你一步了。都知道了，我这消息渠道也就一般般，是吧？韩律师啊，在法院的时候，我留的是我的联系方式。这消息呢，也是刚刚林法官告诉我的。您的消息从哪儿来的呀？我方律师，这我就得跟你念叨念叨。为了名山这个案子，我不说肝脑涂地吧，我也是殚精竭虑啊。名山这案子，陈律师主打，但我也是从合同阶段就一直把关，我动用了那么多眼线叮咚，我就怕他们有猫腻啊。这不，钱一到账，我第一时间知道，我就第一时间找领导汇报来了，是吧？然后呢？然后呢？然后呢？你说呀。嘿，我光顾着汇报了，
方律师，是这样啊，为了这个案子，我把积攒多年的人脉关系全动用了，才给我20%，我全赔里面了，不够血亏啊！哎，老韩，你知道明海集团为什么突然乖乖的把这个执行款打过来吗？我们官司打赢了呀，这次那法院执行的特别给力。不完全是吧？还有人家陈硕的功劳吧？陈律师说说。哎呀，不说了，我做那点事儿，不说呗，不值一提，不说。哎呀，说，你让说的啊，是这么回事儿，我呢也动用了一些资源，了解到明海下边呢实际上是有一块地的，没有被封，我就赶快把这消息提供给法院了，法院就要强制拍卖这块地，那明海没办法，那就还钱呗，就这么简单。说了好像邀功一样吧，是不是？我还是陈律师有能耐，哪里去？陈硕，你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赶紧去找到明山集团，把咱们该提的钱呀赶紧提出来。因为这个时候我怕出岔子。我知道，我盯着嘛，我去盯着。我跟孙文山约好了。现在这些钱还在公管账户上，对吧？对，没有咱们同意的话，他们取不出去的。那你和他们好好说说，严格履行协议啊！有什么事儿，我觉得及时的跟所里打招呼呗。您放心吧，方律师啊，我去殚精竭虑了。哎呀，格局，韩律师啊，格局，辛苦啊！不辛苦，不就一块地吗？你看你嘚瑟的，那也得先找着地才能嘚瑟呀。哎，老韩呀，我觉得你身为一个男人，你现在怎么这么小心眼儿啊？说话酸溜溜的，你真的太没劲了。有吗？你看人家陈硕，你再看看你。你现在也清楚啊，明山集团现在只拿到了第一笔的执行款，在全部债务清偿之前，你那20%不可能全部拿到。你不是布了很多眼线吗？赶紧的工作去，了解清楚明海集团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这是最重要的，大哥。他不找块地吗？我就弄一块楼去。还一块楼，一栋楼。哭了。先生，您客人到了。哎呀，王律师，谢谢您了。韩律师，咱们是怎么说的？虽然我没有代理明海，可是到底是我们所的业务。谁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我给你一直透露消息，我说律师别干了。天知地知，还有谁知？再说你也没参与这个案子，能给我透露些什么呀？王律师，上一个案子我为你承担的风险可比这回大多了。好吧，你说吧，你还想了解什么？明山和明海下一步的动向。明海被法院一把就执行了2年，明海还要还他多少钱呀？那货物本金加上违约金，那可是有7000多万。我那天听他们说，争取把这个偿还比例控制在50%，但他们觉得明山应该不会同意，争取能压到70%。70%，就是货款本金他们还了，但是违约金就算了？估计是这么算的。啊，就这样啊！哎呀，行，谢谢了啊！来喝茶。韩律师，我觉得当时你们跟明山签的这个协议真是太狠了，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啊？一个案子代理费要了上千万，哪家企业能愿意啊？还不如趁着2家没有达成协议，去找明山谈判，降低期望值，能多挣一点是一点。话不能这么说，当初明山出的价格可比我们签的高多了，不照样没人愿意干吗？没有我们，
他们连这2000万也拿不到。行，安律师，我处理好事，先回了。行，王律师，我欠你的，以后还，谢谢。其实呢，就是5000万，5000万乘以8%，扣除所谓的64，这么点儿，有总比没有强。放心，哎呀，咱们两家谁跟谁呀？啊，放心，没问题啊。哎，好，哎，进来。孙总，陈律师来了。哎，我这来客人，有空再说啊。哎呦，打扰了。别。哎，你现在来是不是知道我今儿食堂蒸大闸蟹？一会儿别走了，在我这儿吃饭啊。我这厨子是从5星级饭店挖过来的，做饭一流。不，孙总，吃一点都不重要，我就是来报个喜讯啊。咱第一笔执行款到公管账户了。哦，是吗？这法院应该也通知咱们这边了吧？哎呦，通知了吗？我这也可能没告诉我呢。我不知道呢，肯定通知了，到账了。对，走。咱这边提供的信息呢，特别准确，所以执行的也很顺利。还有啊，这法院也说了，明海这边呢，这剩下的欠款也会尽快偿还。太好了。所以啊，孙总啊，那你看，按咱们的协议，我们这边的第一笔代理费是不是也可以尽快提出来了？你着什么急呀？这不才头一笔吗？那协议里不就这么签的吗？要分批提取。陈律师啊，我们公司啊，真的是让这笔债务啊给拖垮了。哎，你看这么着行不行啊？你们的律师费放心，绝对没问题。但是这头一笔呢，你先给我打过来，啊，我好让安排正常生产的。这么多工人等着吃饭呢。这一条里面的还有跟他一样，不要冰。哟，这喝了多少呀？行不行啊？喝高了？还行吧。遇到麻烦了。这一出手就大几百万的律师，谢谢，大律师，还能遇到麻烦呀？你就讽刺我吧，他们打算赖我账。就你那当事人？对，就是他们。这案子呢，起初是我代理的那个明山集团要告明海的，找他们追债。标的巨大，所以我就豁出去了，把我房子也抵押了，全投到这案子里边了。一审也胜诉了，但是这明山集团特别不地道，违背合同，背着我偷偷的跟明海谈判去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他不光赖账，他们起诉的目的呢，就是要用我这个律师去给明海施压，促成这次谈判。所以说，我陈硕就是一个被钓的大傻子。哎。明白了，这笔巨款呢，就像驴脑袋前面那个胡萝卜，看得着吃不着，着急。急死了，所以啊，这找你帮我想想办法，用你的聪明才智嘛。那我能想到就2种选择，一个就是和明山硬刚，然后你就拿回全款，可是呢，就是鱼死网破。那第2种呢，就跟人协商呗，差不多也能拿回来100万。认栽。哪100万？哎，怎么选？那按道理说，合约签了多少就应该拿多少呗。可话又说回来了，100万还不够你花的，
再说，就这2个企业背景应该都不简单吧？宁鹏英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我什么风格？钱串子风。你就不是一个跟理较劲的人，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陆云泽，你是不是不知道陈若扬名立万的案子？之前一委托人想赖我钱，我就把他给告了，标的1块钱，知道吗？我不为钱，我就为这理儿。我当然知道了，方力宏曾经跟我跟秋华都说过。但是大哥了，他们俩的背景和标的能一样吗？你个人，你集团有什么不一样啊？嘴硬。哎，我这儿给你出主意，你也不敬我一杯？林子，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找你来了？你迷茫了呗？问我的意见。那天去万县，我就是一闭嘴司机，我就像一个赖皮狗一样，我在那儿黏着你，而你呢，就在那儿跟这个许卓不停的聊啊聊，完全不理我。今天什么意思啊？居然想脸出来陪我喝酒啊？你看。这还怪我了？那我不是喝酒也是跟你喝酒，我也没跟人徐老师喝的，对吧？哎，理解理解我吧。这顶薪是我们所的第1单大活，我这心里压力可大了。再者说了，还要跟徐老师这样的高手一起工作，我又特别怕露怯的一个人，就想什么都能做得特别好。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这许卓算高手啊？算吧。我觉得啊，如果这件事儿让徐老师摊上了，有人要赖他的账，那就以徐老师对这种法律的坚守和原则。就算他真的进去了，他要把这个理儿给争回来，学学人家徐老师，若为法律故，两者皆可抛，好吗？好什么呀？我为什么要向他学呀？他是不是整天就用裴和飞的诗在那给你洗脑啊？天天拿着民族英雄在那包装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这个自恋狂。但人家10几年如一日的对这个残障人士司法上扶持，是不是？打住！我告诉你，别给我提许卓，一会儿一个许卓，一会儿一个徐老师，没完没了。你怎么没的不能聊天了？别给我提了，行不行？龙哥，我跟你说。工作上要合作可以的，但如果是在生活上啊、情感上啊，那要是你跟他合作的话，得保持点距离。如果非找一个男人合作啊，情感上可以考虑一下我啊。说话行不行啊？啊？陈硕，我为什么非要跟一个人一起合作呢？我就不能自己单干啊？在生活上，我为什么非要靠一个人来证明我自己？靠一个男人？我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再者说了，如果我真的是想找一个人，那我也要找一个儒雅的、稳重的、可靠的人。喂，哦，到了，啊，行，你在楼下等着吧，啊，我这2分钟下去。
代价，爱的代价啊，是100万，差不多了，踏踏实实的。那驴脑袋，走了。许文陪到位是吧？我陪给你看。不让你看啊，他把这弓呢这么拿着，把它弄到相扣这儿，闭左眼睁右眼，然后靠，是不是？其实挺简单的，你自己练练啊。好。哎呀，这状态不对呀！昨天喝了多少啊？醒醒酒吧。罗英子的事儿啊，看错人了。我呢，从懂事开始，感情观就是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我对谁都不付出我的真感情。遇到罗英子以后呢，我知道完了，我乱了方寸了。但我真的不后悔，我心甘情愿。我在经历这么多事儿之后，对他失望。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他看不到。我想明白，以后还一个人吧，我再也不对任何人付出我的感情了，我不再痴情，不再痛苦。你怎么就能确定人家对你无情？我非常确定，他现在满心都是那个沽名钓誉的小人。哎，这个女人啊，聪明一世，糊涂一世，这是常事儿。你别看罗英子平时挺精明的，逃不过这个定律去。咱得给她时间，让她醒过来。醒过来啊！啊，那他醒之前我怎么样啊？我得在那儿化成一块望夫石，我跟他在那儿招手，哎，我在这儿呢，我等你呢。多无聊啊！我闲的吧。反正以后啊，我要再犯酸，再犯痴，再犯傻，你该踹踹啊，踹醒我。嘿，我现在就想踹你，你现在不就跟我犯酸呢吗？也有，我觉得挺好的。我把我心里想说的我全都说出来，我开心着呢。以后我就做钱赚的，赚钱第一要务。没错。啊，那个20万我也转你了，你查一下。还有啊，今天给我提供的消息，值多少钱？你跟我说啊。今儿算了吧。哎，那你要非要给，那我多多益善。张口就谈利，必是好兄弟。走了，哥。安叔，那个名山的事儿，别跟人家硬刚，把你该得的拿回来，剩下的钱能拿多少是多少。钱这东西，你这回赚不着了，下回咱们找不回来。关键是，别伤着你自己。我不是以前的陈硕了，现在的陈硕只会刚。谢谢关心，哥啊，走了。慢点啊，电话联系。
门也不开。哎，先生，请问您找谁？我量证所律师陈硕，找你们孙总。不好意思，您不能进。我上次还能进啊？我们没得到指令，还得有指令。哎。哎，刘秘书，我陈硕啊，来找你们孙总，楼下保安不让我进。陈律师。哎，刘秘书，麻烦了。您怎么来了？来肯定是有事儿嘛。这上次来还让进，这次怎么不让进了？是防我？陈律师真会开玩笑。您今天来是有什么事儿吗？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呢就回所里边，会以我们量证所的名义给你们发一封函，要求从共管账户里面提取我们的第一笔代理费。你们这边没问题吧？不对啊，陈律师，执行款的事儿，孙总不是都已经和您说了吗？您先把那2000万打给我们，让厂里赶紧安排生产，只要我们一回血，钱少不了您的。不，话不是这么说，刘秘书，咱这不是买菜呢，说我买2斤茄子，你饶我1根葱，咱得按合同办事儿。这事儿你做不了主，我就找你们孙总。哎，陈律师，孙总在谈事儿，今天谁也不见。谈事儿呢？跟明海吧？那你们违反合同了，我更没见你了。不是你们违反合同了。先生。陈律师，今天真的不行，要不您看咱们改天？不至于吧？孙总怕见我？还是说这钱你们压根没打算给啊？钱的事儿您回头再跟孙总沟通吧，对不住了。师傅，明山集团怎么样了？应该是背着咱们跟明海和解了。刚才我去了一趟明山，保安给我拦外边了，压根就没见着孙明。这帮人真的没心气。夫人，赶快起草一个函发给对方，让他们履约，把第一笔钱赶快给咱们打过来。我算了一下，应该是500多，562.47。行，不用点了，这小数点全都省略后边，就是让他们赶快把钱给咱们就行。起草好函之后，给我审一下，没问题的话，盖章给他们寄出去。我现在通知孙明师傅，还有个事儿，明山集团发了一份催告函，你看，说让您把2000万执行款从公款账户打给他们，这函都发到咱律所里了。什么事儿啊？这欠债比催债了还急。陈硕，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跟你说点事儿。行，我这就去。哎，我刚才说的是不是马上起草个函呢？愣着干嘛呢？这事儿我知道。哎，哥哥毕竟比你多吃几年饭，所以这些事儿我也早想到了。越是这个时候，咱越不能着急，千万不能拿鸡蛋去碰石头。现在执行款已经到了公管账户了，我觉得咱们该提，该提多少提多少，这是要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吃素的，咱们有办法治他们。但是提出来以后呢，咱们需要马上跟他们谈判，重新起草一个补充协议，商量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不行，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咱们不能跟他们硬刚。咱们从共管账户里提出这笔钱，咱已经足够了。咱是律师，律师靠什么挣钱？靠的是时间。你现在把大把的时间浪费在这个案子上，有这时间，你早从别的地方把这钱又挣回来了。韩律师，我特别感谢你掏心的跟我说这些话，但是这个案子呢，是我主导，我说的算。我现在告诉你我的态度，我会跟明山刚到底。他们欠我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要回来。至于你的那份，你不用担心，只要到了账，我会一分不少的转到你的账户上。行了，走了。哎呀，明山不同意啊？没说不同意，反正就是装傻。我去找孙明山呢，保安开始不让我进，后来呢，秘书是下来了，但我问他什么吧，含糊其辞，说自己做不了主。
反正我肯定是表态了，我说我要给他们发函，让他们按照协议呢支付咱们第一笔代理费，但他们没有听。今天呢又来了个催告函，要求咱们配合他们把这2000万的执行款给他们转回去。那你什么考虑啊？我是想方律，你看这样好不好？所里呢给我出一授权呗，我就去银行把他们手里边那优盾给他挂失了。我是律师，我做什么呢都是为了保护咱们所和我自己的最大利益。行吧，那你去张震那儿开一个。方律，我出去一趟啊。师傅，好歹有事我去吧。这回这个优盾可保存好了。好。我是您助理，有什么事我们应该一块担着。你把信给我，你放心，谢谢啊。哎，不客气。保存好。再见，安总。肯定保存好。这事儿后边会闹成什么样还不知道，我不想沾你身啊。听我。陈律师，扣完所里的呢，还有448万，扣完税之后呢，全部转到您的账上吗？20%呢，您帮我转到韩志通律师的账户上。啊，还有，我明天呢要出去休个假，您这边要方便的话呢，就帮我通知一下明山这边，就说按照协议呢，我们把我们这边该提的都提完了，剩下的都是他们的钱，随时可以转到他们的账面上。那个陈硕说他已经发函给明山了，要求按协议分配，这个事儿你知道吧？他跟我说了，不过明山没搭理他。这案子是你俩一块儿办的，你打算怎么办？陈律师，来。哎，有事儿啊？汇报一下工作，方便哈。那个明山的钱按照比例已经提了560万到咱们所的账户了。那按照我跟所里签的协议呢，我提80%，就应该是448万。这钱能提不？没问题，把税留下，其余拿走。韩律师，咱虽然分了448万啊，但是这前期所有的成本100多万呢。有，这一下就变脸了，别紧张，这钱这次我不扣了啊。这你那20%按比例转你账户了，自己查查。好，哎，不，那个这个成本不交这不合适，这样，我给你再打回去30，算是成本了。真的不用了，前期你做了很多事儿了，韩律师啊，我谢谢你。真有心算的话，下次好不好？还有个事儿，方律，想休个假。没问题，把所里的事情交代一下。我反正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好了。还有就是执行的事儿呢，剩点尾巴，跟法院也通了电话，他们说没问题。好，那我走了啊，待会儿来诸位。啊，还有方律师，那个我度假的时候手机不开的。就这么一个案子，他就赚了几百万呢，还是第一笔呢。就是，凭什么呀？咱们办的案子才能挣多少钱啊？哎，他那个案子就开了1次庭吧？提成比例也是所里同意的，咱们都是搞法律的，咱要点契约精神行不行？哎，老韩，你要是眼红，你也可以这么干啊。先等吧，改天我。哎，崔老师，我车跟着您车啊。没事，你坐我车就行。我们俩怎么要干着您什么事儿啊？你跟徐老师，你俩。谁跟你咱俩呀？有完没完你？够烦。现在明山和明海啊，偷偷的谈判。明山现在玩的是缓兵之计，咱得看看。明山不是一个普通的民企，人家有背景，咱们不能跟他们硬刚。100万还不够你花的，女朋友也不划算，也不是你的风格。我什么风格？钱串的，你就不是一个跟理较劲的人。
而且你吧，也不是一个太能坚守原则的人，所以你赚的比别人多。他心里边现在就只有那成功者的虚名啊、光环啊，不论我做什么，我想让他看到我的存在，他看不见。那我也要找一个儒雅的、稳重的、可靠。总会有光一束，不再问该往何处，该去何处，在这条无尽的长路，他怀抱着。师傅您好，我叫陈硕，在网上预约过咱们这课程。你好，那我先带你去宿舍收拾一下。对，这手机要上交，你知道吧？没问题，现在给您。不着急，等您收拾好，先跟我去吃点斋饭。哎，走吧。有了哦。点燃一生追梦的路，我们各自不用的旅途，总会有光一束，不再问该往何处，该去何处，在这条无尽的长路，他怀抱着，倾听着我的理想与归途。哎，夏叔啊，那老韩那边还没消息呢。我上周末刚给他打过电话，说是还没回来。不会吧？这取什么证需要1周的时间呢？他说出了点小意外，让我们再给他1周时间。这老狐狸不会耍我们吧？不会吧？这刘建明不想上法庭是真的吧？那既然不想上法庭，就只能跟我们谈判了，该不会再做点什么别的了吧？行吧。哎，那我先走了，卓越所那边工作还没弄完呢。行，走了，拜拜。春华，我先去卓越所了啊。哦，拜拜，拜拜。不对。喂，罗姐。哎，夏叔，你查一查刘建明在网上发的最后一个帖子的时间，看看有没有超过5年。好。2013。罗姐，你快回来，我们果然被骗了。罗姐，你快来看，肖楠楠读大3的时候，刘建明在他学校网站上发布了一篇新好女语录。你看这日期，2013年3月1号，正是这个行为彻底摧垮了肖楠楠。第2个月他就退学了。今天是3月2号，诽谤罪最高刑期是3年以下，法定最高刑为不满5年有期徒刑的，经过5年便不再追诉。今天已经过期了。果然上了这老狐狸的当。他应该是算过追诉时效的，当时应该还差半个月不到。他当时就找各种理由拖着，现在终于拖过了。夏叔，你跟我走，去找他。啊。哎，你们现在去找他有什么用啊？没用也得找啊，总不能就咽下这口窝囊气吧？走了。罗律师、夏律师有事儿吗？啊，找老韩。哥，哎，不是什么情况啊？对不起，韩律师说他有案子没空，2位还是和他约好再来吧。好，那你通知韩主任，我现在去停车场看他车在不在。他车要是在，人还不出来，那就别怪我了。呀，
罗姐，你们怎么来了？告诉老韩，我给他1分钟时间。这干嘛呀？给我开开呀！罗姐，怪我。那个秋姐一直在忙卓越所的事儿，这事儿我应该想到了。别说了。我们车在那边，我知道。喂，你好。哦，我这是在良城律师事务所这个大厦的地面停车场，有一个车跟我车发生剐蹭了。啊，他的车牌号是北 A 03088。啊，您能通知一下车主，让他下来，我跟他商量一下赔偿的事儿，好吧？我就在他车旁边等着他。哎呀，等着吧。胖头，你马上就下来。别看了，韩主任，你觉得你这样合适吗？英子，我现在觉得你太可爱了。哎，这就像2个人上了拳台，你告诉我哪拳合适，哪拳不合适。这个案子已经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确切的说，现在已经没有案子了。你现在应该做的是，听从我方的建议，让当事人双方成为好朋友。我那个不成器的侄子正在跟他老婆闹离婚，如果肖小姐不嫌弃的话，我觉得他们说什么呢？什么叫不嫌弃的话呀？你说的是人话吗？我虽然不说人话，但是我没有不干人事儿。你说你为了屁大点事儿，代理人家搞刑事自诉，结果过了追诉时效你都不知道，你说你干的这是人事儿？你还好意思跑到我这儿来踹我的车？我告诉你，真踹坏了，我就告你个故意损坏财物罪。走。罗姐，你别生气了，都怪我。我就不配当律师。你说这追诉时效这么敏感的事儿，我竟然给疏忽了，还输在老韩那样人手里。回来啦？啊，没有结果吧？秋华，今年这年终提成啊，我不要了，我就是一头号大傻瓜。别慌，也不是毫无希望。对诽谤这种行为的追究，很多观点也认为可以从行为终止日起算。我刚才查了一下，刘建明虽然没有再发新的帖子了，但他之前发的帖子一直都挂在网上，到今天还能搜得到呢。所以说，他对肖楠楠的侵害就一直持续。从这种意义上说，追诉期时效就并没有过。我知道，我在路上也想过了。可是谁知道法官会如何认定呢？对方一定会坚持侵害在5年前已经终止了的。那咱们就打打看呗，咱们尽力。可是如果肖楠上了法庭，最终败了，不是对他又有新的一次伤害了吗？哎呀，我这越想越觉得自己不可原谅。这刑事自诉本来就很难打，还被这老韩给摆了一道。咱们还是得把这些情况如实的告诉肖楠楠，看看他自己怎么选择呗。我以前能打电话。实在是对不起，是我的疏忽，我向2位郑重的道歉。是这样啊。肖小姐，杨先生，关于你们这个案子呢，我们3个也会经常在一起讨论，我也经常受到他们2个人的批判，但是今天我还是想再表达一次我的观点。这个案子，就算是能够立案上庭，法官认定侵害仍然在持续的可能性也比较小，也就是说，肖小姐很有可能在面临之前的伤害没有得到法律的抚慰，又会再一次得到新的伤害的尴尬局面。所以，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肖小姐，与其求助于这个世界，不如求助于自己，逼着自己在伤害面前强大起来。我决定了，我要打这个官司。